经过多轮谈判后，中欧仍未就电动车加征关税达成共识。欧委会于当地时间29号不顾中方反对，宣布结束所谓反补贴调查，并正式宣布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反补贴税。加上原有的10%关税，中国出口生产商面临最高45.3%的税率。中国商务部随即表示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据悉，中欧新一轮磋商也将按计划进行。根据欧委会发布的公告，对所有在中国生产销售往欧洲的电动车所加征的关税介于7.8%到35.3%不等，预计实施5年。其中，吉利的加征税率18.8%，比亚迪为17%，上汽则是35.3%。美国企业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超级工厂制造的产品实行单独税率为7.8%，加税将于10月31号开始实施。欧委会在最新的公告中宣称，欧盟将与中方继续努力，寻找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替代方案，还称对于企业单独进行价格承诺谈判持开放态度。对此，中国商务部30号回应称，中方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已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方多次指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之处，是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不公平竞争之实的保护主义做法。代表1000多家在欧中资企业利益的欧盟中国商会发声明表示，对欧盟这一保护主义和武断的措施深感失望，对寻求关税替代方案的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感到沮丧。在当前这种逆全球化的潮流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的这么一个这个态势之下，我们呢仍然是坚持去捍卫这个 WTO， 捍卫这个多边贸易体系这样一个权威机构的这样一个做法，来去彰显我们这个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也在最新的声明中说，对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抱持开放态度。中方此前表示，下阶段磋商将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相互照顾核心关切，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欧就电动车关税的磋商仍将按计划进行。10月25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通话。消息稿通报称，中方同意立即启动下一阶段磋商，并欢迎欧方团队尽快来华。路透社报道称，新一轮谈判将于11月1日展开。下阶段，中欧将继续聚焦价格承诺谈判。价格承诺指的是外贸企业自愿做出的以改变价格来替代加税的措施，通常由双方谈判达成一个比原销售价格高但比加税后低的价格，是一种折中的结案方式，可以避免贸易摩擦扩大。中欧最早采取这种方式解决争端是在2000年，是针对7个品牌的中国产彩色电视机，当时提出的最低售价为82欧元每台，每年总量40万台。但最经典的是2013年，中欧就光伏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协议。2012年9月，欧委会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其后宣布了加征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并提出如果在有效期限前未达成妥协方案，中裁税率将为47.6%。最终经过努力，中欧双方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价格承诺谈判，成功避免了一场涉及220亿欧元的贸易争端，引发全球热议。实际上，中欧也有在中裁生效后才完成价格承诺谈判的先例，同样可以起到止损的效果。2004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井盖等铸件产品发难，大部分涉案企业面临47.8%的高额税率。当时欧方还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让极少部分企业获得了零加征税率的优待。但其后，中国机电商会代表22家中国企业进行整体谈判，在半年后与欧方达成价格承诺协议，他们的产品重返欧洲市场。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次代表12家中国电动车企业和欧方进行价格承诺谈判的是与欧方谈判的离手中国机电商会，而欧方这次再次采用了想逐个击破的老一套，但遭到中方批评，认为这是破坏互相的举动。实际上，中国机电商会的行动相当迅速。8月20号，欧委会发布中裁披露，仅4天之后，中国机电商会就获得12家中国车企授权，向欧方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由于涉及高度的商业机密，外界对价格承诺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但欧洲媒体报道称，欧委会方面的谈判由德国极力倡导。德国经济部29号表示，支持欧盟同中方继续谈判，期望以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价格承诺这个谈判的前景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欧方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真诚的态度去谈判，来避免这个贸易升级，争取在 WTO 之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汽车生产国。在本月的投票中，德国和匈牙利、斯洛伐克等5个国家投票反对征收关税。在德国看来，加征关税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如果要解决欧洲汽车行业转型难的问题，核心是要帮助其保持国际竞争力，开拓新市场，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米勒29号表示，加征关税对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欧洲的繁荣、就业保护和增长来说是一步倒退。这个行业组织包括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在内的德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分析，欧盟的关税措施是为了创造一个时间窗口，让欧盟的汽车制造商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上。但该网站同时指出，中国电动汽车技术比欧洲的龙头企业还要领先至少整整1代，欧盟车企能否抓住这个窗口期仍有待观察。在这个像电池技术而且在这个关键原材料的供应还有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整合，来在各个环节控制成本这个方面各个方面它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与中国这个电动汽车进行价格竞争的这样一个局面。其实它理性的来讲，它应该这个敞开这个市场，来促进中欧双方的这个行业在这个领域上去合作，可能更有助于去促进欧盟这个产业的发展。就在欧盟宣布加征关税的同时，老牌车企大众汽车传出风声，计划关闭至少3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根据大众汽车最新公布的第3季度财报，营业利润为28.6亿欧元，远不及预期，已经降至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国的投资被大众汽车寄予了厚望，但是却成为了这次欧盟关税回旋镖的精准打击对象。大众汽车在中国成立了首家新能源汽车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这家公司负责生产旗下西雅特 Cupra 品牌的一款纯电动汽车。按照计划，这款新能源车即将在欧洲开启交付，起售价定在5.48万欧元。但根据欧盟最新的加征关税草案，台湾斯肯未来将被加征20.7%的进口关税。大众必须要提高售价或者从成本上消化关税。同样的情况也将发生在宝马集团与长城汽车共同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迷你 Cooper 身上。德国车企还担忧，如果未来中国对欧盟展开反制，大排量燃油车可能成为目标。正在北京访问的芬兰总统斯图布29号表示，中欧需要避免贸易争端升级，营造公平竞争环境。So my worry is that we're going into a cycle of tariffs, of trade escalation, etc., etc. We need to avoid that. We need to have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this is the ongoing negotiation. 此前，中国也发起了针对欧盟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对象包含欧洲的白兰地、猪肉等产业。欧洲内部不少人士警告称，如果中欧无法就电动汽车关税达成共识，双方的攻防可能掀起新一轮贸易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指，欧盟现在的做法正走向与中国的经济冷战。
针对外界对中欧关系可能将因贸易摩擦面临挑战的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0号表示，中欧之间有着正常的各层级往来，对话合作是中欧关系的主基调，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经贸摩擦，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也是双方企业和民众的普遍期待。希望欧方以建设性态度与中方继续推进磋商，展现诚意和灵活性，寻求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扩大升级。欧盟向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后，中方表示不公平、不合理、不接受。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中欧会爆发全面贸易战吗？陈先生，主持人好。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对中国电动车呢在欧洲市场的销售带来麻烦。尽管中欧将在11月1日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要欧盟改变或者是取消关税政策可能性呢比较小，起码呢要延续一段时间。欧盟委员会不顾中国和德国、匈牙利等成员国的劝解，执意加征关税，点燃了中欧全面贸易战的导火线，很可能呢会先打一个来回。中方呢已经备好了反制措施，将对欧盟白兰地、猪肉、奶制品寄出报复性关税，也可能对欧洲进口的大排量燃油车加征关税。后天的谈判呢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接着呢中国就会进行关税报复。这个回合以后，欧盟会评估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负效应，加上欧盟成员国内部的不和将持续发酵，可能呢引发欧盟委员会的反思和再讨论。一呢是要看加征关税以后欧洲电动车市场的变化对拦截中国电动车究竟有多大作用；二是严重依赖中国电动车技术和零部件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能不能发展壮大；三呢是中国的关税报复能不能打通法国等国自尝苦果。这3个因素呢将决定欧盟从此收手，还是要对其他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我估计这个中欧贸易战可能只打这一个回合，爆发全面贸易战呢，欧盟首先是吃不消，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后，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又会给欧洲车企带来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先看欧盟为何执意加征关税。一呢是为了保护欧洲的车企，因为在市场上竞争不过中国的电动车，在技术和价格上都竞争不过。在技术更新上，中国车企呢比欧洲同行要快至少1倍。在价格上，中国的电动车一般呢比欧洲同类产品低20%。欧洲消费者呢也喜欢中国车。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在2019年呢不到1%，今年第2季度呢上升到了14%，2025年可能会再增加到15%。所以呢，欧盟想通过加征关税，在价格上打压中国电动车，从而保护欧洲车企的市场份额，为技术更新争取更多的时间。欧盟加征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跟随美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是一个亲美狂，美国对华电动车加征了100%的关税，那么欧盟呢，起码要加征45%的关税。但问题是，欧洲车企的很多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等关键设备都来自中国。欧洲呢，要建立独立的电动车供应链几乎是没可能的。德国车企呢也警告欧洲同行说这个电池这个欧洲的车企要领先中国的宁德时代等巨头，短期内不可能，长期更不可能。只有呢与中国合作，向中国学习，才有利于欧洲车企降低成本。欧洲车企成本高，价格也高，影响其销售和出口，对自己的发展呢实际上并不利。中国实际上也给出了一个兼顾双方关切的办法，就是中国电动车出口设立最低价来照顾欧洲车企，但是这方案呢被欧盟否了。法国媒体报道说，法国部长将到中国来讨个说法，说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中国却专门挑出法国来制裁，说要来维权。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说中国专门挑出法国来制裁，这也没错，这叫精忠反直。欧盟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法案投票的时候，法国、意大利、荷兰等10个国家投了赞同票，德国、匈牙利等5国投了反对票。法国呢是带头推动关税案的，而且呢是欧盟人口大国。
要是否决关税案，要求15个成员国反对，或者呢反对的成员国人数超过欧盟总人口的65%以上。上次投票时呢，反对的5国总人口仅占欧盟的22.65%，没有达到推翻法案的门槛。那么掌握了这个背景，就知道中国制裁法国呢是精准打击，没有冤枉。谁让你呢要带头对华电动车下狠手呢？中国商务部已经宣布，从10月11日起，对欧盟干邑葡萄酒、白兰地品牌呢征收30.6%到39%不等的保证金。这些品牌呢，大部分都是来自法国。那么接下来呢，恐怕就是加征为期5年的正式关税了。去年呢，法国向中国出口的干邑、白兰地是17亿欧元，占欧盟对华出口量的99%。另外呢，中国还将对欧盟的猪肉产品加征关税。按照法国猪业联盟的计算，如果中国把税率定在30%至60%之间，欧洲养猪业的损失可能会高达70亿欧元，其中法国呢占5亿欧元。法国的业内人士特别担心，像猪内脏、猪耳朵、猪蹄只能呢卖到中国市场，其他的地方不要。现在呢是轮到法国挨打了，你呢也该知道加征关税不可接受，早干上去了呢？据报道，美国政府已同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签署正式协议，允许其从每2家公司采购多达1000架攻击型无人机。此举是否意味着民进党当局正按照美方意图，将台岛进一步打造成所谓刺猬岛？但为何说美国推销台当局照单全收的这些无人机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来看报道。此次美方批准对台出售的是美国宇航环境公司的弹簧刀300型巡飞弹，以及安杜里尔公司的阿尔提乌斯600MV 反装甲无人机。据悉，台湾地区于9月底签署了一份交付承诺书。消息人士透露，很快就会签署包含明确数量、金额和交货日期的合同。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已制裁涉事媒体及其高管。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你刚才谈到的、涉及到的相关的2家美国的企业及其主要高管，已被中方制裁。今年1月，外交部宣布对宇航环境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7月，中方宣布对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制裁，并对宇航环境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的5名高管采取反制措施。据公开资料显示，阿尔提乌斯600MV 无人机是一款多任务飞机，作战范围160公里，飞行时间可达近2小时。此次售台的阿尔提乌斯600MV 为安装巡标器及爆破弹头的型号，可满足部队反装甲打击任务所需。去年4月初，安杜里尔公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该无人机的部分性能和现场测射过程。一架阿尔提乌斯600MV直接命中靶场上作为目标的一个集装箱，随即发生巨大爆炸，证明其具有一定打击能力。但专业军事媒体对这款无人机的实战效果并不看好，指出制造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都是理想化的数据，但阿尔提乌斯600MV的战场表现非常糟糕，尤其是难以抵抗电子干扰，说明其只适合于低烈度的作战环境，只有在面对弱者时才能发挥效用。而弹簧刀300型巡飞弹则主要用于针对人员等软目标，射程仅为30公里。早在美方刚公布这笔军售的时候，就有岛内舆论质疑其效果。但是这2款无人机，大概它的攻击效果只是一个，就是大概等于类似一个小迫击弹的这个爆炸效果。对于具有装甲防护力的部队来讲的话，它的杀伤力等于说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我们从这个台湾购买的无人机来看的话，那么我觉得的话呢，在实际战场上作用来讲的话呢，表现的并不突出，从本质上来讲呢，它对台军的话呢，可能它是一种安慰而已。
实际上，美方为了向民进党当局推销无人机采取的招数，包括恐吓和画饼两手。今年5月，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披露了美军的所谓地狱景象计划，即美军要利用一些机密战力，将台湾海峡变成一个无人地狱景象。他所指的机密战力，就是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和无人机。但分析认为，即使台军真的买了这些凯子军购，美国的地狱景象计划也无法实现。目前台湾的军力和解放军相比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差异非常大。所以的话呢，美国要把台湾这样一支两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主观臆断。台湾不管是买无人机也好，买其他的装备也好，都无法与大陆实施抗衡。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帕布拉所讲的东西，第一是主观的，第二是我觉得是只不过过嘴瘾而已。针对美方宣布最新价值19.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台办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正告赖清德当局，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势，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不仅如此，台当局驻美联络人于大雷近日对美国媒体宣传，台湾民众已准备好作战，不需美军帮忙，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抨击这种引战言论对台湾处境和两岸关系都不利，徒增台湾风险，升高两岸紧张情势。有关言论再次暴露了赖清德当局为了政党私利，不惜把台岛变成战场，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丑恶嘴脸。赖清德当局正在加紧备战谋独，如果任其一意孤行，台湾只会更加的兵凶战危。近日，美国再祭出价值近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是拜登政府第17笔对台军售，也是其任内数额最大的一次。美台不断强化军事勾连，遭到岛内舆论强烈反感。有民调就显示，民进党支持度创下7个月来新低。美台在军事层面以外的勾连也同样值得警惕。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兰英于10月28号到11月1日窜访台湾。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客在玩政治游戏，通过在台湾地区的表演，一方面来搅乱台海的局势，挑动台海的对立；另一方面通过打台湾牌来服务美国大选。美国财政部29号还称，将与台当局开始就解决双重课税问题展开全面协议谈判。首轮谈判预计于未来数周内登场，预计协议内容将包括降低跨境支付股息、利息及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等。实际上，这一谈判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将民进党当局排除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之外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此前被拜登政府视为一大政绩的印太经济框架，已经陷入偃旗息鼓的尴尬境地。与民进党当局讨论经济，也必然不会给台湾企业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据福建海警30号的消息，大陆海警船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10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28号，美方证实将提供800万美元，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实现现代化。菲律宾国内普遍担忧，美国大选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支持会大幅度削弱。而美方这次出钱800万美元，被认为是给菲律宾舆论派发一个新闻炒作点，买个安心，但实际效果聊胜于无。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的声明，近日美菲举行第3次双边海上对话，再度炒作南海问题。声明还承诺，美方将提供800万美元资金，约合人民币5700万元，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实现现代化。资金将用于加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基础设施、制定培训计划以及获取资源和管理规划。同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也对非国内媒体宣传称，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对于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充满信心，还称两国联盟是建立在所谓共同安全目标上。Our support for our initiatives, as bilaterally and multilaterally with the Squad, for example, is
bipartisan. 但区区800万美元究竟能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实现怎样的现代化？外界充满了疑问。还有网友评论认为，这点钱很可能都不够菲海警发1个月工资用。我们知道800万美元实际上是很小的一笔数目了，而且它所谓的支持呢，它更多的是对菲律宾的海岸警备队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这培训啊，或者获取一些资源啊这方面的一些资金的支持。并没有对它的这个海上的海警实力的这个增强会有更大的这种帮助。实际上，每次美菲高层对话后，美方都按照惯例派糖给菲律宾，以达到炒热舆论的效果。美方具体承诺的赞助金额与对话级别有关。例如，在今年7月底的美菲外长防战2+2对话后，美方承诺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和海警方面援助，但其中1/4指定用于美军可以使用的基地的翻修。菲律宾媒体还指出，美方的援助都附设大量的条件，菲方能支配的并不多。实际上，早就有智库机构的研究证实，美国的资金援助基本上都是绕一圈后再回到美国，有些钱甚至都不需要打到菲方的账户，因为都是直接向美国企业采购。而美国此前对菲海警进行防御性战术培训项目，菲律宾就向美国支付了培训费用。事实上，日本才是菲海岸警卫队最重要的赞助商。在菲海警的25艘主要船只中，有12艘由日本提供，包括10艘44米级多用途快速反应艇，其中就包括今年擅闯鲜滨礁附近海域的舷号为4409的菲海警船。今年5月，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再向菲律宾追加提供5艘97米的大型巡逻船，预计交付时期在2027年至2028年之间。但随着刚刚落幕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公执政联盟惨败，石破茂能否继续执政也成为悬念，这势必给日本未来的外交安保政策增添新的不确定性，这或将进一步削弱日本搅局南海的力度。日本长期以来要利用菲律宾，那么对中国在台海、在南海施加压力，来缓解它在东海的这样的压力的需求，它有这个需要，但事实上它可能长远来看，它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印度媒体此前报道称，中印两国将于28号至29号完成在争议边界地区的军事脱离接触，并强调此举是两国改善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中国外交部30号证实，双方一线部队正有序推进落实工作。历经4年数十轮军事外交谈判，中印就边界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为何印度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背后都有哪些因素？来看详细分析。在3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提问时，介绍了中印实控线沿线的军事脱离接触进程最新情况。不久前，中印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目前双方的一线部队正在有序地推进落实工作。在中印元首23号喀山会晤前，印度外长苏杰生首先对外宣布，中印两国已就边境地区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两军在随后的1周时间内陆续完成军事脱离接触。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称，脱离接触期间，两军通过实地和空中核查的方式，交叉互查双方军事人员和基础设施撤离情况。近日，印度披露，两国一线部队指挥官每天早上通电话讨论当天的行动，同时双方每天在指定地点举行1到2次会谈。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韦迪称，一旦我们能够见面，我们就会相互说服和保证，我们不会进入已经建立的缓冲区，这样的话就可重建信任。印美预计完成脱离接触后，两军将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排灯节前恢复拉达克地区2个摩擦点的巡逻。Patrolling schedules will be worked upon once again, the frequency of patrols, the coordinated patrols, and what would be the timings and the ratio of these patrols will all be worked upon by the Indian Army as well as the PLA. And very soon, in next 2 days, supposedly, the first patrol will start. And this will be a very good news.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认为，解决中印在边境地区的巡逻问题，不影响各自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从来没有变过。2020年至2021年，印度媒体经常提到，虽然中印之间发生了边境对峙，但印度方面乐观地认为，不久后双方就会脱离接触。这背后是印方误认为中方会让步，但随着解放军始终坚守在中印边境前线，逐渐印度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也指出，中方打破了印方对于我们会对领土边界问题退让的幻想，等于是我们重新塑造了中印两军在边境互动的规则，这是中印谈判得以推进下去的基础。过去4年间，中印就边境问题进行了多轮军事和外交磋商。2020年以来，两国通过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以及中印军长级会谈这2个谈判机制，分别举行了20次左右的会议，几乎是每2个月就谈一次。实际上是这个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啊，中印呢基本上就边境问题和双边关系那么达成了一定的一个共识，我们要把边境问题放在双边关系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呢，印度呢它非常的一个纠结，它就是要把边境问题作为一个前提，作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提。那么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双方的一个脱离接触，也表明了印度它也是调整了它之前过去几年这种比较固执的一个想法。印媒普遍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报道这一新闻，称脱离接触是双边关系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时认为两国关系想要全面恢复企稳向好，还需要更多里程碑。苏杰生此前也公开表示，中印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经过4年的对峙以后，两国如何建立互信，不仅是个重大挑战，而且需要的时间只多不少。观察指，苏杰生这番表态其实也代表了莫迪政府内一部分对华强硬派的真实心声。实际上，关于中印边境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虽然外媒最早引用的是苏杰生的说法，但实际上在他之前，印度方面已经由外交秘书米斯里出面宣布了，说明他才是中印相关谈判的主要执行者。今年7月，莫迪提拔米斯里为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还有个中文名唐永胜，他曾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印度驻华大使，被认为是印度政府中的知华派。而此次任命也被视为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发出的清晰信号。在印度外交系统中，外交秘书与外交部长级别基本相当，是个不折不扣的实权人物。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唐永胜在中印一系列外交接触及最终达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唐永胜本人呢，那么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外交官。那么比如说他曾经给3位总理，就是古吉拉尔、曼莫罕辛格和莫迪3位总理都担任过私人秘书，但同时也担任过驻华大使。从驻华大使任内回国呢，又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他的一个经验应该非常的丰富。也相信呢，他能够从大局更高的一个战略高度和更长的一个战略视野来处理好双边关系。事实上，印度政府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具有以下几重原因。首先是印度国内发展经济的需要。尽管莫迪于今年6月开启了他的第3个总理任期，但民众因感受不到经济增长而几乎扩大对外贸易。7月下旬，印度发布名为《经济展望》的指导文件，其中提到应该扩大接受中国投资。如果想振兴制造业、吸引投资，印度就必须进入中国的供应链等。9月初，苏杰生也表示将放宽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限制。事实上，中印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2023年至2024年，中国再度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10月30号，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在印主流英文报纸《印度快报》发表题为《中国增长、印度机遇》的署名文章，详细介绍中国经济情况。徐飞鸿写道：“中印彼此成就将会创造巨大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外界认为这也释放了中方愿同印方推动经贸发展的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对于美国关系的重新思考。200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立，印度本希望借美国实现其大国雄心，但逐渐发现从美国那里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十分有限的。想做棋手的印度，实际上只是美国恶华的棋子。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拒绝配合西方制裁，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也没有再积极地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而美国对印度参与的信心也出现了一定动摇，于是找上了菲律宾，又搞了一个美日澳菲安全合作机制。印度学者维杰普拉沙德指出，莫迪政府已经不再配合美国挑衅中国，印度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越来越开始理解中国扮演的角色。普拉沙德认为，印度应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这也有利于推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印度它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在印度它要实现它的一个印度梦，实现它的一个印度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么维持一个对华关系的一个稳定健康，那么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29号发射了3枚洲际弹道导弹，所有导弹均击中目标，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总统普京强调，俄罗斯会把核力量维持在必要水平。对此，美国国防部回应称，美国不打算因此改变自身力量部署。近期，俄乌冲突日渐对乌克兰不利，围绕朝鲜派兵援俄以及乌方呼吁放宽远程武器使用限制，各方动作及博弈不断。来看报道。据俄方公布，俄军在29号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中发射了3枚洲际导弹，其中1枚是从俄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向俄东部勘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另外2枚则是新莫斯科斯克战略核潜艇从巴伦支海水域、奥列格大公号核潜艇从鄂霍次克海水域分别发射的1枚青斑和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这次发射发生在美国大选正式投票之前1周，受到美西方舆论高度关注。公开资料显示，亚尔斯洲际导弹可以携带最多10枚核弹头，射程1.1万多公里，既能通过常规发射井发射，也能通过移动发射车发射。9月下旬，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试射失败后，俄军于10月18号重新检查了亚尔斯导弹的战略值班状态。俄罗斯青斑和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射程则大约在8000到1万公里，青斑可携带4枚分导式核弹头，布拉瓦可携带10枚分导式核弹头，均属于俄军水下战略威慑的中坚力量。俄总统普京29号在克里姆林宫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此次发射演习。他表示，今年俄核力量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已达到94%左右。根据国家军备计划，俄将系统地为战略导弹部队换装新型固定式和移动式导弹系统。俄罗斯拥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提高战略威慑力量水平。普京强调，俄罗斯不会卷入新的军备竞赛，但将保持必要的核力量。俄罗斯其实它一直有这个不断进行这个战略核试验的这样的一种计划啊。那其实我们说和现在的这种俄乌冲突的升级的情况有紧密的关系啊。我觉得不用过度的解读，但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客观上它确实起到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这种威慑的能力，然后应对现在整个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可能面临的一些不利的这样的西方的舆论啊。同时也是给本国的国民要进一步的增强信心，所以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政治目的在里边的。而朝鲜派兵援俄一事近日来持续发酵，让俄乌冲突尤其是库尔斯克战局面临新的变数。北约秘书长吕特28号与韩国国防和情报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举行会晤后表示，他可以确认朝鲜军队已被派往俄罗斯，且已被部署至库尔斯克州。外界注意到，这是北约首次正式宣布和确认朝鲜军队已被部署至俄罗斯，并在俄库尔斯克州开展行动。吕特称，
称，北约及其伙伴正继续同乌密切关注局势，并就事态发展进行积极磋商。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28号称，美方认为朝鲜总共派遣了约1万名士兵前往俄东部训练，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加强乌边境地区的俄军实力。其中一部分朝鲜士兵已经靠近乌克兰，美方越来越担心俄方计划使用这些士兵进行战斗或支援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对乌军的作战行动。辛格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朝鲜士兵被派上战场，将标志着局势进一步升级，届时美方将不会限制乌动用美国武器针对朝鲜军队。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陷入被动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在库尔斯克州被俄军包围的乌克兰军队已经失去指挥，许多乌军人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被俄军包围。此前一天，普京表示，俄军在接触线所有地段向前推进，约2000名乌克兰军人被包围在库尔斯克州。8月6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展开跨境行动，其中第一波进入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人数约为1.2万人，后备部队大约有1万人。据估计，俄军在这一区域有3倍以上的兵力优势，并且得到了空天军的火力支援。俄军反攻作战从9月中旬展开，经过1个多月，已收复近一半领土的控制权。双方在库尔斯克方向又开展了激烈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如果此时俄罗斯再能得到上万人的外国支援，投入库尔斯克战场，无疑将是这一战场的重要变量。从西方的这个解读的角度来讲，认为是我们说这样冲突一个重大的升级，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这个其他国家的在俄罗斯来讲，这是一个伙伴国家通过这样一种正式的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这样的一场冲突所以在西方引起了很多的恐慌。即使是一个事实的话，可能并不会立刻出现在战场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还会经过一定时间的这种训练可能还有具体一些部署所以还需要时间来进一步的检验。对于库尔斯克战场的变化，韩国也尤为紧张。韩国总统尹锡悦29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朝鲜军队参与俄乌冲突的问题。双方同意加强情报交流，加强包括双方高层在内的各级接触，以制定应对局势升级的策略。尹锡悦还宣称，韩国政府不会对俄朝军事合作坐视不理。对于朝军已投入前线的说法，韩方认为朝军即将移兵至库尔斯克等战场，可能和俄军实施混合编制，而非以单独编制执行作战任务。主要原因或许是语言不通以及对地理环境不熟悉，导致朝军难以单独执行任务。韩国国防情报本部分析认为，在此过程中，俄朝双方互换援助，提升相互防御力量，特别是朝鲜接受俄罗斯的宇航尖端军事技术，还将推进常规武器的现代化进程。观察指出，朝鲜军队已经70多年没有实战，韩军也在支援美国越南战争之后再无实战经验。对于朝鲜派兵援俄一事的外溢效应，美联社的分析称，如果朝鲜士兵加入俄乌冲突，将给疲惫不堪、缺少人员的乌军带来更大压力，还可能加剧朝鲜半岛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彭博社引述一名韩国高级官员的话透露，韩国正在考虑是否改变禁止向战时国家提供杀伤性武器的政策，选择直接向乌运送武器。那么如果一旦被证明确实是朝鲜在直接的派兵参与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西方所说的两国可能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军事同盟。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韩国看来是朝鲜或者俄罗斯在单方面修改现在这样的一种安全平衡、一种军事平衡这样的局面。那么从韩国来讲，对他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个重大的不利。3天前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惨败，首相石破茂支持率跌至仅约30%，日本政坛各股势力蠢蠢欲动，想挑战首相位子。美国对此感到担忧，还担心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剧本也有需要改写的风险。但实际上，美国也面临大选，日本社会同样对美国选举结果感到担忧。就在日本执政联盟没能在最近的一次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回应称，牢固的美日同盟不会因两国的选举结果而改变。他还称，日本是坚定的盟国，又说要继续在地区及全球课题上推进与日本的合作。
美日政坛都在接受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考验，有美国官员还对日本新政府是否还有能力推进美日安保而感到担忧。然而，就在时局微妙之际，驻日美军近期事故频发，让这一敏感问题备受舆论考验。就在日本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的次日，一架驻日美军 FA-18战斗机在日本青森县三泽机场内因故障起火，跑道随即关闭，民航航班受到影响。而在选举投票的当天，参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鱼鹰运输机起飞失败，左翼碰撞地面，机体受损，所幸无人伤亡。但这一机型的全部17架飞机全部停飞。据日本媒体报道，出事的飞机当时正参加美日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演练运送灾民。日本舆论认为，众议院选举后，美国政府也将迎来换届选举。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如何与美国新总统建立关系、强化多边合作以及应对中国等，将成为重要课题。尽管美国政府强调美日同盟不会改变，但美国舆论对此却不这么看。有观点指出，如果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日本执政联盟失去稳定性，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加强协作等安全保障政策的推进或将滞后。彭博社还指出了一个很伤感情的问题，那就是钱。报道指出，即使日本首相石破茂能维持执政，为增加防卫费而实施增税等，也可能变得更加不易。换言之，日本提出5年军费翻一番的目标，还能否推进，已经成为一个未知数。观察指出，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打了美国政府一个措手不及。不仅白宫，连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都没有充分的预案。有内幕消息称，他们目前都在紧急评估石破茂政府未来的走势以及对美日同盟的冲击。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将日本的军事改革以及推进与日韩的所谓三角同盟关系作为预设，但目前这些都面临不确定性。未来的变数非常大，无论是日本内部的压力，还是美国方面的变化，都有可能。尤其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特朗普或者是那个 Harris 谁当选，但这个美日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走向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向。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智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太研究高级研究员史密斯对日本未来政坛局势感到悲观。他认为，日本执政联盟遭遇失败，日本可能重回首相旋转门时代，而这将无法形成足够力量来达成联盟或战略议程。根据日本共同社进行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仅为32.1%，较10月上台之初的50.7%下滑了18.6个百分点，不支持率达到52.2%。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破茂是否应该辞职的问题上，65.7%的受访者认为他不需要。分析指出，这显示石破茂本人目前面临的下台压力并不大。众议院选举结果是对此前自民党黑金事件频发以及右倾化的惩罚。所以呢，现在的话就是说，不管是谁来当选下一任日本的首相了，必须要顾及了民众的这个感受了啊！你不能再这样子，就是拼命增加军费，然后经济这个表现不够，然后人民继续受苦，大家就不投你了。很简单。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木原初认为，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民两党所获议席低于半数，这一情况在安倍晋三健在时难以想象。安倍的政治遗产已消失殆尽。安倍执政时期潜藏的诸多问题集中爆发，如未被写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的黑金问题等。如今日本处于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高负担时代，若不解决政治资金问题，就无法探讨国家财政负担，否则民众会不满。现在的状况，原安倍派应承担较大责任。这次自民党大选失利，那您觉得主要原因何在？石破茂会马上下台吗？您觉得他怎样才能挽回民心呢？这次日本国会大选啊，执政联盟特别是自民党大败，主要呢有3个原因。第一是自民党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安倍一派独大。其实早在安倍任内就有森友、加计等一系列弊案曝光。去年12月，以安倍派为主的自民党宴会券吃回扣的丑闻集中的又曝光。其规模之大、手法之恶劣，让自民党缺乏自省、自新能力和机制等这些致命的弊端呢，就暴露无遗了。
结果导致岸田不得不因支持率大跌而辞选下台。而在石破茂就任新总裁之后呢，也没有展现出大刀阔斧清除弊端的这种政策姿态和举措，反而呢用怀柔之策来收编原有的这些涉黑人马。可以说，这次选举结果就是对自民党黑金政治及缺乏自清机制的一次国民审判。第二呢，近2、3年来呢，由于安倍经济学的负面效应越发的显著了，贫富差距不断的拉大，日元币值大幅下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再加上疫情等等，更使得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家庭受到的冲击越发明显，引发了社会的不满，达到了顶点。第三呢，就是在外交政策上，日本近年来过度的追随美国的阵营对抗等消极政策，连10年前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欧制裁俄国的时候，安倍所展现的那种均衡感等等都丧失殆尽。在中美复杂的博弈当中，日本的政策取态也过于偏颇，并且以此来制造紧张，作为扩军备战、修改宪法的理由，造成了日本社会民意的深层分裂和动荡。石破茂上台之后呢，虽然没有就亚太版北约等他的一贯主张做出过多的实质动作，但是也没有为减轻民众的忧虑做出努力。正是上述3大因素综合发酵，就使得这次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败，石破茂或仍可以续任首相，自民党或仍可以勉强执政，但是呢，自民党内逼宫夺权的争斗和改革求生的博弈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最大的看点。那您觉得这次日本大选后，日美关系将向何处去呢？对于今后的日美关系，可以预见的有3条。第一呢，就是日美都会因为各自选举引发动荡而处于不稳定的内部调整期，这会使日美互动变得更为复杂、扑朔迷离。第二呢，就是日美同盟的基本关系结构上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双方主观上也都希望继续维持稳定的关系。第三呢，就是石破茂不是安倍，在对美关系上他会更具有一些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1个月前的自民党总裁选和这次众议院选举所呈现的日本社会和美国社会不同的民意诉求，也会使得日美关系面对些许的变数。我们注意到最近2次日本的选举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6月份的欧洲选举以及11月的美国大选都展现了明显的保守化的特征，尤其是在涉外的问题上，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大致上欧美都表现出了偏右、保守的强硬政策诉求。但是呢，从日本最近的2次选举当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不同于美欧的对外政策意向，值得所有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关注。这次众议院的选举呢，日本全国的民众超出寻常的用自己的选票否定了这些年来紧跟美国积极参与阵营对抗、主张修宪、扩军备战的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等等，让他们在选举当中尝到了苦头。同时呢，大家又支持了在这方面相对温和，在对美关系、修宪等问题上态度相对平衡的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其实那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是不是会对于拜登搞的这一套什么印太战略呀、日美韩准同盟等等，造成美日关系失衡、东亚地缘关系紧张的负面因素，适当的有所收敛呢？同时，美国也会对日本加征关税等等，加大政治经济压力。日本是否也需要未雨绸缪，做出一些准备性的防范措施呢？比如说，加强和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当年日本积极的加入 RCEP， 就是和特朗普强行退出 TPP 直接相关的。这些都是美日关系可能发生的变数。从9月份日本自民党总裁选到这次的国会选举，您觉得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了日本社会的哪些走向呢？1个月来，日本这2个选举结果对自民党以及日本社会是很大的冲击。
但是呢，给中国及中日关系传递的信号，我认为呢是正面大于负面的。这也让我们感受到，自民党及日本社会在面对中日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成熟度和平衡感。这当然会为识破改善中日关系的考虑提供一种支持和自信的力量。如果石破茂这次能够有惊无险渡过难关的话，我觉得他依然可能会在近期访问中国。尽管现在整个自民党的全部精力，包括石破茂本人，肯定还是在寻找合作伙伴呢，实现多数执政的这个上面，但是，与其消极的这么被动挨打，不如主动作为，干脆重温2006年安倍破冰访中的那一幕。尽管中日关系的转圜并非易事，但我一直认为，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还是要好办一些。现在又有了这么明确的民意支持，石破茂完全可以大胆地搏一搏。日本2次大选表现出的正面信号，说明发达国家的多数也是希望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这就给所有和平人类提供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和智慧，捕捉所有回归时代主流、积极合作的机会，做出及时、妥善、有包容的对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石破茂及其日本能够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有所突破的话，那无异于在目前发达国家阵营的负面氛围当中就展现出一缕亮色。